快去床下躲好，快！凌晨1点半，我收到了哥哥发来的短信，可他不是在一次科研实验中牺牲了吗？我猛地坐起身，就在我要打电话时，第2条消息发了过来：不能接电话，研究出事故了，导致大批感染，快！随后又发来一张图片，还没有放大，我就看见里面有几个面部血肉模糊、躯体扭曲、像人一样的生物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有些反胃想吐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颤抖着手打下一个好。哥哥毕业后就出国深造，后来被留在当地的实验室工作，作为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工作稳定后，就将我也接去了。掀开被子下床，我的腿仍有些软。我一直以为哥哥在研究生物制药相关的技术。趴到床下，打开手机手电筒，摸索半天，恰巧发现有一块砖边角有杵凹陷。我用力一拽，头撞到了床板，疼得我又低下了头，跪趴着退出床底。我准备将床拉出来，尽管只是木板床，还是费了我很大的力气。打开大灯，我才发现床底有一道凹下去的地方，下面竟是一个小铁窗，铁窗是朝地下推开的，黑黢黢的洞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往下照了照，这洞不深，小心地顺着梯子下去，我才发现这哪里是一个洞，这完全与地上的家一样大。手电筒朝前照去，我看到一袋袋米面被整齐地放在墙边，心脏跳个不停。哥哥究竟是什么时候弄出的这个地下室，又是什么时候将这些米面放进来的？联想起刚才的照片，难道哥哥早知道会出事？地下室很大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发现墙壁上有一处开关，打开后地下室瞬间亮了起来，这下面竟然有床，只是床上什么都没有。我又清点了一下物资，有纸有水，甚至连卫生巾哥哥都为我准备了。我顿时眼眶一酸，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哥哥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怕是说明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。还有，为什么哥哥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会被通知死讯？自从得知哥哥的死讯后，我就很少出门了。我往地下室更深处走了走，又发现了一段台阶。我愣了愣，这台阶上去是通往哪的？爬上台阶，就发现摆满的各类罐头，还有一块镜子可以看见外面。这镜子竟是卫生间的那面，原来卫生间的镜子是双面镜。我压下心中的震惊，哥哥究竟把这幢房子改成了什么样啊？看完地下室的全部构造，我就准备原路返回，先把家里的东西往下搬。哥哥只是让我躲在地下室，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去。我叹了口气，看来必须要做万全准备了。回想起哥哥发的那张图片，我还是有点恶心，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从地下室爬出去，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一看手机，已经3点半了。我拎着袋子跑到厨房，收拾了一堆东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响起一道雷声，吓了我一跳，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滚了出去。然而此时，开门声响起。这么晚了，是谁来了？丧尸爆发时，我在床下发现了可以躲避的地下室和早已储备好的物资，但是哥哥在发完消息后就在杳无音讯。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的喉咙瞬间发紧，我悄悄地靠近门口，敲门声依旧在继续。梦蝶，赶紧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这人是谁？我不敢出声，只能透过屏幕往外看去。走廊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隐约间有一个穿着黑衣、看不清脸的男人正站在门口。我是王泽，你哥哥的同事，快开门！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心头一震，下意识地握住了门把手，只是突然就顿住了。哥哥是有一个同事叫王泽，我们甚至还见过几次，可门外的人一直低着头，样子处处透露着诡异。我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。外面的男人还在反复强调着自己的身份。我收回了手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退了2步，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屏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着屏幕上的男人转身离去，等到外面彻底没了声音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便想着继续整理物资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，我的身影僵住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梦迪，开门，是我，王泽。一道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，怎么又是王泽？我猛地瞪大眼睛，放轻脚步回到门口，屏幕里的男人面色严肃，并不戴口罩，确实是王泽的脸。实验室出事了，我逃了出来，那屋子里有一个地下室，我们一起躲进去，快！他竟然知道地下室。想了想，我按下按钮。刚才也有个人说他也是王子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男人有些错愕，刚刚那个人是假的，你仔细看看我们见过，是你哥让我来找你的。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牌，贴近镜头，确实是王泽的脸和他的名字。我没有说话。地下室是我和你哥哥一起建的，我比你更熟悉地下室的环境。那我哥呢？我打断了王泽的话。王泽一梗，我不知道，实验室出事故了，死了不少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很抱歉，当时没能将他也带出来，但他应当不会有生命危险。那群人还指望你哥哥研究，
不可能让他死在这场事故里。我打开了门，王泽看了过来，先进来吧。他的样子很狼狈，身上也都是雨水。我准备去开灯，却被他制止住。哎，别开灯，我们要赶紧进地下室。王泽表情严肃，我讪讪地缩回手。可是东西还没整理好。我来拿。说着，他就搬起了我整理好的物资往卧室走去。我看着王泽衣服凌乱，想了想，跑到哥哥卧室收拾了几套衣服给他。王泽看到那些衣服有些发愣，弓着身子，双手接了过去，然后向地下室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收住脚，转过身，正色对我说：“把家里所有能接水的桶都接满，我们恐怕要待很久，下面的水不一定够用。”我答应了一声，开始接水。因为不知会被关多久，我决定拿一些书去地下室。不经意间看到书架上哥哥的笔记本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也拿在手里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阵枪响伴随着尖叫声在我耳边炸响。如果你生活在末日之下，你会选择给陌生人开门吗？屋里有人吗？帮帮我！一个虚弱的女声传了进来，她又是谁？我蹑手蹑脚的又挪到屏幕前，屏幕里一个头发凌乱、眼睛半眯、眉头紧锁的女人站在门口，她的表情很痛苦。能开个门吗？他们马上又要来了。女人似乎感受到我在注视着她，把脸对准屏幕，艰难地说：“我没有吭声，毕竟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诡异的事情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类似野兽的嚎叫，女人的表情瞬间变得扭曲，拍门的力道也在加重。把门打开，快打开，救救我！下一秒，两个歪歪扭扭的生物出现在屏幕里，他嘶哑又绝望的声音让我心生怜悯，手不自觉地握住门把手。别开门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的耳后猛地响起，我转过身去，王泽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表情凝重地看着我。我刚想开口解释，王泽捂住了我的嘴，将我拉到了远处，外面的吼声越来越近。如果不救他，他会死掉的。我挣脱王泽的手，但也不忘压低了声音。外面的情况我们根本不清楚，我们不能轻易开门。可你敲门我也开了。我有些生气，王泽愣了一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的眼神望向门口，女人依旧无助地拍着门板。然而下一秒，只听女人一声惨叫，随后消失在屏幕里。我吓得捂住了耳朵，已经不敢再抬头去看了。王泽却异常冷静，眼睛始终盯着屏幕，好像在观察着什么。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。我生气地对王泽说，可王泽却一直皱紧了眉头。突然，他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严肃地盯着我。赶紧回地下室去，立刻马上！王泽并没有给我太多思考时间，直接将我塞进地下室，和我一起被丢下来的还有剩下来的物资。随后他又返回，将地上房间的生活痕迹全部清除。就在我想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地上突然传来了动静。王泽冲我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掏出了手机递给我。我惊讶地看向手机，这竟然能直通我家的房门监控。门口的监控视频里再次有人影攒动。我警惕地盯着屏幕，王泽拿着一根铁棒守在唯一的入口处。门口一共站着3个人，2男1女，贼眉鼠眼地通过猫眼往里望。等等，这个不就是刚才求助的那个女人吗？她不是被丧尸咬死了吗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视频里女人开了口，看样子家里确实没人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费尽心思演戏了。我俩更辛苦啊，丧尸可不是这么好装的。别废话了，正事要紧。接着2声枪响后，他们直接走进了屋子。没过一会儿，就能听到楼上翻箱倒柜的声音。他们在找什么？听着声音越来越靠近头顶，我的心提了起来。王泽眼神坚定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别怕。我稍微安心一点。一番折腾后，几个人似乎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肯定还在他身上。干脆一把火把这里烧干净，就算再也让它变成灰。不行，这样更容易大错惊蛇。几个人一番争论后离开了我家。你什么时候觉得不对的？我见过真的丧尸，他们的行动不会这么缓慢，再加上眼睛。王泽指了指自己的眼睛。丧尸的眼睛不会这么亲密。我惊讶地问道。那他们在找什么东西啊？王泽眼神躲闪，并没有回答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王泽依旧沉默着，他的反应不免让我有些怀疑。我下意识地想和他拉开距离。你别怕，我……王泽的话还没说完，一声巨响袭来，随后我的眼前一片漆黑。一道若有若无的低吼声传来，似乎还伴随着一股恶臭。这是……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王泽，王泽！我开着手电筒顺着地下室走上了台阶。王泽，你在这里吗？我举着手电筒照了照，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对上了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只距离我不到1厘米。那一秒，我从脚尖到天灵盖都承受着灵魂的战栗，伴随着我的一声惨叫。梦婷，梦婷！我睁开了眼睛，逐渐清醒了过来，就对上了正一脸焦急的王泽。又做噩梦了吗？
我揉了揉依旧有些隐隐作痛的额头。这已经是我们在地下室待的第65天了。那天地面传来了爆炸后，天花板的墙皮直接给我开了瓢，得亏有哥哥留下的药箱，我及时处理了伤口。我俩也习惯的每天盯着监控，从最开始看到路人被扑倒时的心惊，到后来边吃罐头还能眼不眨的看着。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日子了，可没想到就这2天的一次高烧，让我连着做了几次噩梦。你说我哥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开始躲在地下室的那段日子，因为王泽不与我透露过多实验室的事情，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混日子。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这次灾难就是由他们实验室违规操作引起的。我瞬间想到了起初哥哥发的那张照片，里面不鬼不人的东西，竟然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。而后我也才知道，原来哥哥早就意识到不正常，只不过劝说了之后，对方并不在意。直到事情爆发，哥哥第一时间就让王泽逃了出来。第一是为了保护我，第二是为了找到他藏在家里有关实验室的资料。只不过哥哥并没有来得及告诉王泽那资料到底是什么。正在我愁思苦想时，突然地上再次传来了响动。他们又是来找资料的。我的神经绷得格外紧，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，家里早被他们翻了个遍，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。王泽并没有吭声，地上突然传来了走路的动静。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起身，跑到了隐藏的镜子前，刚好看到卧室里一男一女正坐着休息。这里看样子还算安全，我们暂时留在这儿。男人对女人说：“我们不会死掉吧？那群丧尸好可怕。”女人满脸忧愁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相信我，不会的，不用太担心。这几天那群丧尸的行动力越来越迟缓，估计要不了多久会找到攻克他们的办法的。我和王泽对视一眼，难道研究所已经想到了办法？男人站起身找了一大圈，似乎是发现屋内没有任何食物，叮嘱女人留在房间，独自一人出去了。不久，女人站起身走进了卫生间。她先是洗了洗脸，然后抬起头注视着镜子，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虽然明知对方看不到里面，但她一直盯着的模样总让我有些发怵。就在女人要有下一步举动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从她的身后窜了出来。我根本不敢想，那晚的猫叫身后到底藏着什么。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间老式公寓里，房子的设施比较陈旧，而且面积也不大。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加完班回到家，正在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谁？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一片寂静。因为我住在公寓的顶层，再多上半层楼就是这座公寓的天台了，上面堆着很多杂物，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人在那里，可这声音显然是从上面传过来的。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朝天台走了过去。当我靠近时，突然看到2颗幽蓝色的珠子在黑暗中晃动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。可下一秒，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伴随着喵呜的叫声走了出来。原来是一只小猫咪，看到是它，我整个人放松起来。我打小就很喜欢猫，对于小猫更是没有抵抗力，索性我就从包里掏出了零食喂给了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我听见天台有猫叫声，我都会带一些水和食物去找它，这仿佛成为了我俩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可直到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刚回到家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，又听到了隔壁天台上传来了一阵猫叫声，我便和往常一样，拿起食物和水准备去天台找它玩。然而就在我一边端着水一边往楼上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，猛地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台阶上仔细听着。听着猫叫声，我心头一紧。凭我多年的养猫经验判断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猫叫声，这猫叫声的频率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起伏，就好像是有人在刻意模仿着猫叫的声音，想要吸引我过去。我的冷汗直流，尽力克制住自己微微发抖的身体，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。就在我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腿软地蹲在了地上。天台上的猫叫声一直没有停止，它连着叫了几声后还会停顿片刻，就好像在判断楼道这边的动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拾好行李搬走了，但我永远记得自己从楼梯退回来时听到的那几声猫叫，感觉已经模仿的有些懈怠或是不耐烦了。而这个学猫叫的人很可能已经观察我一段时间了，知道我去天台喂猫，知道我是独居，甚至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间。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
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地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。我也紧随其后，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。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地咽了咽口水，小声地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。推床的2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。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，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静，死一般的静。我不禁四下张望，诡异的是走廊2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。然而许久没人回答，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。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
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，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起初我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直到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看去。刚毕业的我租了一间公寓，公寓的设施十分陈旧，用木板隔断的墙面隔音效果非常差，但好在价格便宜又离公司比较近，我咬咬牙便住了下来。由于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，邻居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没见过我左边的租户，但晚上我却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这哭声很瘆人，穿透墙面传入我的耳朵。好在我从小胆子就大，倒也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无奈，毕竟总会吵得我休息不好。隔天一早，等电梯时刚好碰到右边的邻居，我便问起隔壁住的什么人，他突然神色慌张起来，眉头紧皱。你问这干嘛？随后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也不清楚。说完，他便阴沉着脸走了。莫名其妙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他的反应，我不免觉得疑惑，他好像知道什么。这种疑惑也一直持续到下班回家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又响起了那个断断续续的哭声。我几日的愤懑也终于爆发了，用手哐哐敲着隔壁的墙。喂，你安静点吧，你不睡觉，别人还要睡觉呢。但隔壁邻居似乎没有听到，仍然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声。发泄一通后，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分析着是不是隔壁住户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才会每晚哭个不停。突然，我发现墙壁上有个小洞，这个食指大小的小洞似乎是被白蚁啃出来的。一想到隔壁那个从没见过的神秘邻居，我就按耐不住好奇，于是我悄悄凑上这个小洞，往里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正背对着我轻轻啜泣着。我碎碎念道：哭得这么伤心，这是被情所伤了。不久，那哭声逐渐消失了。出于好奇，我再次把眼睛凑了过去，然而瞬间让我冷汗直冒。我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景象，无法自已。一双脚赫然出现，轻微的晃动下还伴随着可怕的呜咽声。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，我吓得立马后退了2步，浑身被汗浸湿。我赶忙拿起了手机报了警，又颤抖着给房东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房东，隔壁404好像有人自杀了。房东应该是被我电话吵醒的，但也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带着刚睡醒的腔调说道：你睡懵了吧？404早就没人住了。什么？听到这，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起来，贴紧墙壁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洞，生怕下一刻会有东西突然钻出来，一咬牙就夺门而逃。不久，警察和房东就赶了过来。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因为隔壁的房间确实没有人，厚厚的灰尘根本不像我刚刚看见的场景一样。房东再次强调，一定是我睡懵了，看错了。次日一早，我赶忙找了新房子搬了家，而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。事情慢慢淡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则微信消息再次勾起了我这段回忆，是当时住在我右边的邻居，他告诉我他也搬出来了。你那隔壁房间，我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人住过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久久回不过神。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！501业主突然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群里一下炸了锅，而我也确实听到楼道内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不是你大晚上的这么吓人好吗？撤回吧。
业主群里不要说这种话。其他人纷纷在群里数落着501的业主，而501业主在发完那条有杀人狂的消息后，再也没有多说一句。在这期间，楼道里的动静也消停了下来，众人再次抱怨了几句，完全没当回事儿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我又躺下准备继续睡觉，可没一会儿，外头再次响起很激烈的声音，动静很大，还伴随着一阵尖叫。这正是从我楼上传来的。我有些不爽地打字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楼上403干嘛呢？403是对夫妻，平时就吵得厉害。我正好住在他们家楼下，找了他们几次，甚至报过警，他们才消停一点。可没想到现在又开始了，能不能消停点？大半夜的要死人啊！404我见过一次，5大3粗，常年就是黑背心，戴个大金链子，经常在群里开黄腔，人品差，素质还低。他似乎也被吵得受不了，一时脾气上来，妈的，没完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住你隔壁，我这就过去。对。大哥，你去教训一下他，大晚上的吵什么呢？但402却赶紧劝说，千万别冲动，他可能没看手机，你好好跟他沟通一下，抽他2嘴巴子，他就长记性了。404说完这话，快被大家忘记的501再次开口了：别出去，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，他会杀了你的。501在群里疯狂的挨404业主，我们这儿是回迁房，一共也没住几户人家，但隔音巨差，楼道里有点什么动静，隔着楼层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在501再一次发出警告后，群里有不少人都出来埋怨他，你能不能适可而止，一直说好玩吗？群主把他踢出去吧。隔了一会儿，501发了个表情，不信算了。说真的，我莫名觉得501不像是开玩笑，他平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，我见过他几次，40来岁，总是戴着一副眼镜，看着很正经一人，这样的人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开这种耸人的玩笑吧？可要说他是认真的，我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。杀人狂，太荒谬了吧？跟我一样感觉不对劲的还有302的小杨姐，404大哥，要不你先别出去了，听听501怎么说。404没有说话。大哥，你还在吗？我感觉不太对，在群里拍了拍404，还是没有回应。手机嗡的响了一声，低头一看，是小杨姐私聊了我。小爱，我觉着不对，你刚听到了吧？之前我跟小杨姐一起薅过团购的羊毛，互相比较熟络，平时没事也会聊两句。听到什么？楼上的声音吗？对，刚404出去了，很用力地摔上了门，可怎么没后续了？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的确，我刚刚明明听到楼上砰的一声，应该是404摔门而出，很快就归于平静了，再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。小杨姐继续发来消息，404那个大哥就住403隔壁，他要找403麻烦，几步就走到门口了，可他连403的门都没敲，就没动静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我们这儿隔音这么差，要是404敲门的话，我肯定能听到，是不是403的门本来就开着，所以404没敲门？那也应该有说话的声音吧？我们这栋楼上咳嗽一声，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404去找403理论，怎么会没有声音？在我印象里，404是个盲流，而且从群里的消息来看，他忍403也不是1天2天了。可我不愿过多往坏处想，试图找个理由，是不是他觉得不太合适，也不想发生争执。冷静了一下，又回去了。也有可能是看到了501说外面有什么杀人狂，所以打消念头了。就算这样，那404半路折回去，也得有开门的声音吧？小杨姐的话让我再次拧起眉头。是啊，应该有开门声音的，不然怎么进屋？不能真有杀人狂吧？404刚出门就被杀了，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他。小杨姐突然激动起来，或者403就是杀人狂，404刚走到403门口就被他一刀捅死了，也有可能是杀人狂先杀了403，藏在他的家里，404正好找上门，没这么恐怖吧？要不先报警，要不我让我老公出去看看。我俩几乎同时发出一条消息，刚要劝小杨姐不要冲动，可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一下子心凉到了冰点。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，他会杀了你的。501在群里疯狂挨404业主，紧接着楼上砰的一声，应该是404摔门而出了，但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，依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群里有不少人都在问他什么情况，404你还在吗？说句话呀，别吓我，不是真有杀人狂吧？402，你能不能过去看看？你怎么不去？你离403近啊，去看看怎么了？那么多离得近的，401还离得近呢，你怎么不让他去？再说了，楼上楼下有多远？你上来看个也行吗？我真无语，你一个大男人不出去看，让我一个小姑娘去，眼看要吵起来，301突然站了出来，别纠结这个了，你们谁有404电话，给他打一个。群里沉默了半晌，我有，我打一个吧。所有人都静静地等着503打电话，可下一刻，一阵悠扬干涩的电话铃声竟在我这一层响起，而且就在我的门外。我怎么听到楼道外面有手机响呢？你们听到了吗？
302-303，我紧张地看着门口的方向，好像是从303你那个方向传来的。这个时候，301突然在群里单独艾特了我，我看到了，404就在你门口，我从猫眼里看到他就站在你的门口，你千万别出去。我立刻从椅子上弹起，悄悄打开了卧室门，望向了漆黑的大门口。外面的手机铃声很快停了，503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404没接电话，怎么回事啊？3楼到底有人站着，到底是谁呀？我一个人在家，我真的怕，为什么没人报警？我报了，警察让我们待在家里，他们马上派人过来，大概40分钟。少言寡语的501冷不丁冲着202来了一句@202，快了，快轮到你了。你别吓我，轮到我什么？501又不说话了。501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说啊。501仍旧沉默。我吓了一个激灵，有人在外面摁我的门铃。小杨姐消息再次发来，是不是杀人犯在摁你的门铃？别出去，千万别出去，他一定是杀了403，现在又要杀你。我没时间细想，因为门铃声越来越急促，甚至伴随着用力的敲门声，群里已经慌成了一片，砰砰砰的砸门声，楼上楼下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301在群里一直问，门外的是404吗？404，你说话，到底是谁在3楼？说呀，谁在外面？小杨姐在群里警告大家，别出去，都别出去。501说的没错，外面可能真的有杀人狂。我跑回房间，拿了把水果刀，小心地走向了大门口。敲门声这时也停了，我硬着头皮从猫眼往外看去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一片黑色，根本没有人。我拿起手机给301的私发了一条消息，外面怎么没人？不可能，你没看到吗？他就站在你门口，他在看你，他在看着你。我一下子心凉到了冰点，我知道为什么从猫眼看出去是漆黑一片了，因为此刻有人正贴在门上，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看到的是他的眼睛，猫眼是单向的，可我总觉得他能看到我。意识到这点，我立马找了张纸，把猫眼给糊了起来。一想到他在门外，我的心里涌起极度的不安。群里的消息一蹦一蹦的，你们说话呀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我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。501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你说出来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别害我们。404，你还在不在？说句话呀你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就在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的时候，404终于说话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403喝多了，所以有点吵。我跟他沟通了一下，他睡下了，没什么杀人狂，外面很安全，让大家担心了，抱歉，现在才看到消息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大家睡吧，晚安。他说完，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松了一些，没事就好。许是因为这出闹剧实在是有点吓人，群里好多人都没有再搭腔，连一直说有杀人狂的501都没人再指责了。我望着被报纸糊起来的猫眼，403喝多了，404也没事，那301呢？他为什么要说有杀人狂？我门口站着的又是谁？难道是301恶作剧？我打开对话框，有些生气的给301发消息，下次别玩这种恶作剧了，我差点让你吓死，一点都不好笑。301很快回复，我没有恶作剧，你相信我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小杨姐的消息也发了过来，小爱，我感觉404的可能已经死了，拿他手机发消息的人不是404，是那个杀人狂。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，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应了一声，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，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，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
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。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：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，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，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。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，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老公，家里接人了，老公！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，我们赶忙报了警。待警方来了之后，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